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 Ken， 我是记者 DS，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集的逆频道。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什么？今天我觉得我们会做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集，就是因为我们要用华文来解释一个心理学原理。然后呢，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知道什么吗？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思考的时候不会用华文的。对，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心理学的时候也是以英文为主，所以我们就当做是一个挑战吧。对，如果出错误的话，那就很好，对不对？可以娱乐大众啊。对。好，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事情是源自于我中学时代的一个incident 是事件。好，那有一天我的副校长就在assembly 是什么？在assembly 是不用紧了，看字幕啊，看字幕就是我们就是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就会集体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听一些道理啦，还是唱国歌之类的。然后呢有一天他就突然间就拿了一张报纸，然后就在这样拿起来就问群体的学生们，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没有人回答了，好，然后他就自言自语说：“你是不是想说你看到了中间的那一个洞洞？”然后呢，他就接着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明明有这么一大份的报纸，你不看，你会选择去看那个洞，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优点跟缺点，干嘛你只看缺点？”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一件事件吗？因为它有两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点。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副校长所说的东西有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因为他拿这一个报纸来形容一个人，然后呢讲我们只看一个人的缺点，那个其实是不太适合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每次看到一张报纸有一个洞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的一定会去看那个洞的，你知道什么吗？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那个里面有一些不是大脑机制吧？对，大脑机制有一点点什么？就是我们的脑就是可能会因为进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特定的会去看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些跟寻常不一样的东西，那是因为可能这些不寻常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去注意一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或特别的东西，因为那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呢，我们就会一定看到那个洞，然后才会发现原来这个报纸有一个洞。那并不是代表我们看不到那个报纸，而那是因为那个洞本来每一份报纸都不会有那个洞的，所以那个洞变得非常特别，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副校长拿这个东西做比喻其实是不正确的哦。所以我第一点就是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就有一个特定的机制，就是让我们去注意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对，好像我们比如说在婴儿的时候嘛，好像说你拿一个玩具给他玩，然后你在那边一直闪，然后过后你闪了很多次的过后这个婴儿他看了这个东西，他可能就会看其他地方，那是一个就是习惯化的一个比例吗？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心理学原理叫 habituation， 习惯化吧。我们在找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叫做 habituation。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是因为婴儿会觉得那个东西那个玩具在摇晃的时候，觉得那是什么东西，他就会好奇。当他已经习惯了那个东西之后，他就会把那个视线移开了。然后呢，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他可能会看那个娃娃，还是那个玩具，还是那个木偶，15秒之类，因为他在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会危险吗？是什么来的？然后呢，他移开的时候就是讲他已经
大概分析了，然后觉得哦就是这样好了。那你再给他看那个娃娃的时候，那摇啊摇啊的时候，他可能第二次看的时候只看6秒、8秒，就是代表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东西习惯了，不好奇了。那跟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报纸里的洞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后呢，每一份报纸都会有一个洞的话，我们都会习惯了，我们会觉得，哎，那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事情，也不会去注意那个洞了。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常人呢，就是喜欢注意一些比较轰动的事情，然后所以武汉那个疫情。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不是在之前有一个篮球员坠机事件，对不对？那我们会注意的就是他和他的女儿死亡，而不会去注意那7个陪他一起坠机的因为那7个人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讲，对不对？那有些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媒体的引导了，对，就是媒体不会故意去讲这7个其他的人士到底是什么，而着重于这些，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可以讲这是一个进化的问题，也可以讲这其实是媒体引导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我们现在会去看一些新闻还是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被媒体会引导去注意一些东西，而变成一个惯性的一个思考模式。那另外我们要讲的第2点就是，有些时候呢，我是觉得我的副校长他其实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他是想要我们培养那种看人优点的一个好习惯。就是拿这个报纸来做一个比较比喻，可是呢，他的那个逻辑错了，还是要纠正一下。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处在比较高层的，就是好像副校长、校长也好，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国会议员啊，这也有出现过，他们可能会给一些比喻，可是那比喻不恰当可是我们就看他的出发点好，来做评论的吧。对，就是这样。好吧，就我们暂时就说到这边。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在下面点那个铃铛，那个红色的铃铛按钮。而且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在中国啊、台湾还是香港的一些朋友，你们是学心理学的，而且是用中文学的。如果你可以纠正我们的话，也欢迎你们在那个留言区来纠正我们讲错了什么东西。好吧，那就拜拜啦，再见。再见。